啊，那蔡某，怎么可以不吃饭呢？都得要吃，吃饭才能变瘦，才会降血糖。重点就是你要懂得怎么做。胡乃文开讲喽！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吃五谷杂粮类可以降血糖吗？想减肥，想降血糖，大家以为不吃糖类食物、五谷杂粮就会瘦，血糖就可以被控制着。事实上，真是这样吗？刚刚开始不吃糖类食物，体重和血糖的数字真的会下降。但是你想想看，5年、10年之后呢，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五果为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吃五谷才是养人的这个道理啊。糖啊，它是细胞的食物，糖也是细胞能量的来源。糖是最基础的食物啊，不管是单糖、双糖、多糖等等，在身体里面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从小到细胞膜，还有 DNA 啊、RNA 啊等等这些核酸物质，身体最基础的组织架构，到糖类的衍生物和免疫系统、血液的凝固啊、预防疾病啊、受精啊、增长啊、储存养分啊、提供能量等等生理活动，都要它都有极大的关联性。如果没有吃糖类食物啊，细胞只好到处去找糖。那细胞到哪里去找糖？它这里自己没有糖了，当然去找其他细胞的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细胞到处去抓这些糖的时候，抓的最重要的是肌肉和肝。为什么呢？肌肉里头有肝糖，肝里头啊，肝脏里头也有肝糖，而它不是去抓脂肪哦。久了可能就变成肌少症，到处去抓这个细胞里头的糖啊等等来吃，身体只好拆解各种养分去填补缺乏的糖。看起来好像是变瘦了，但实际上呢，体脂肪还是高的。身体的糖分啊，会转化为脂肪，储存在身体里头，这是我们在生物化学的知识里头知道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抓脂肪里头的这个脂肪变成糖来食用呢？因为脂肪要转化成为糖给细胞吃，必须要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运动；第二，运动；第三，还是运动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运动啊！其实说运动呢，大家不要想得太难啊。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运动，只要我们的身体动，那么就可以促进脂肪转化成为糖，让身体里的其他细胞运用。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来养成动的习惯，例如每天跳个30秒啊，每天30秒听起来不难哦，对，就是要让你觉得真的不难，难的是启动。一旦启动了来动的话呢，可能将来就是1分钟、2分钟，甚至于更久的时间这样子动。年轻人可以拿绳子跳绳啊，我们这些高年级生呢，跳绳大概跳不动了，可以扶着椅子的背部，椅子背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轻轻的这样跳也都很好。胡医师，我们小编决定要请您带动大家，如果你每天都有做到跳动30秒，连续7天，我们就送你一个神韵马克杯。哇，好棒哦！我是神韵铁粉来的，太高兴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不行啦，你要做到才能拿哦。不行我家是地板的，地板都是穿拖鞋，都是光脚，没办法跳胡医师，你就买一双在家里专门穿的运动鞋就好了啦。请现在所有的小编、工作人员，还有看我影片的粉丝们，大家都站起来，一起来跳30秒。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不要紧哈，你可以扶着椅子做。准备好了哈，来开始。对吧？很简单吧？如果觉得还可以，就多做一点；
那这样每天做，每天多做一点，这样就会帮助我们的脂肪转化成为糖，给身体运用了。吃粥可以降血糖哦，小米粥还有山药粥啊都可以。小米粥呢，你看啊，我在过去的影片里头都有讲过啊。小米呢煮出那个上面的米油来，那个米油其实可以降血糖，黏黏糊糊的在胃里面呢，可以帮助这个胃壁啊，它吸收的糖分反而不是那么多啊。可以回去看我过去啊所做过的更详细的内容。山药粥也很好，山药根据临床的经验，它就能够降血糖。我有朋友呢，就用山药让老年人吃完了以后去检查糖分，糖分都降低了。坚果类也可以降低血糖哦。坚果类拿来当零食吃，磨成粉，用全麦吐司做成三明治，或者泡在豆浆里面，每天吃一把，大约就是一个2米杯那么大的量。像杏仁啦、开心果啦、核桃啊、榛子啊，还有腰果啊等等都很好，可以稳定第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浓度，就是后天形成的糖尿病啊。另外，你如果吃橘子很酸，牙齿受不了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咬1-2颗核桃就会逐渐的好起来，就不那么痛了。按哪些穴道可以降血糖呢？好，有啊。家里有长辈血糖高的，可以教他们在追剧聊天的时候按一按这几个穴道，各按3分钟到5分钟。少海穴、血海穴、三阴交穴、足三里穴、脾腧穴，这几个穴道呢，你只要稍微的轻轻按一按，每一个都按个差不多3分钟、5分钟。少海穴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把这个手弯起来，在小指侧的横纹头上，就是叫少海穴。血海穴在膝上方，在内部啊这个地方可以找得到。血海穴、三阴交穴在内踝往上3寸，也就是4个指头横指幅的那个位置。足三里穴就是在膝眼下头4个指幅，叫足三里穴。脾腧穴呢是在后背啊，比较不容易摸，但是呢就在这一个位置上面这样敲一敲也可以。刚才讲的这几个穴，你都可以用按的、压的啊，叫按压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敲击的方法都行。脾腧穴大概自己敲就只能够用敲的，但是老年人有的时候没办法这样子敲到，那么你可以叫阿孙女啊来啊，帮我敲一敲啊。什么时间按多久会比较有效果啊？其实不是啊，你只要有时间你就按一按，例如在追剧的时候，例如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都可以这样的按一按、敲一敲。按了大约上半个月、1个月以后，你就会知道有多大的好处了。你订阅了没有？还要转传哦。如果长辈们可以自己按一按自己的身体，让它更健康，也是我们年轻人的福气啊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也不年轻了哈。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这东西是什么呢？苦瓜。苦瓜里头含有很多的植物碱啦，什么东西啊，有点苦味儿就是。但是呢，你把苦瓜要是加上4物汤，1条苦瓜把它剖半，然后呢把4物汤放到里头一起去煮啊。那么煮一煮那个汤呢拿来喝，虽然有点苦味儿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它也可以降血糖。我有病人告诉我说，他们照着这样做呢，真的有效。那么你想说是，我久久吃一次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也可以每1-2天、2-3天喝一次，说不定很快的糖分也就不高了。你看看这么好的办法，是不是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？那是在做好事了，对不对？哪些菜对降血糖有帮助？四神汤、豆芽菜。豆芽菜它的热量很低，我还记得以前在这个视频头我有讲过一个中山4物汤，中山4物汤里头就有豆芽菜啊。豆芽菜热量很低啊，但是呢，它却带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，很不错的膳食纤维，还有呢它的蛋白质也很好啊，可以有效的帮助肠、内脏它的脂肪等等的排除啊，那么能够改善高血糖。四神汤呢也是很好的，四神汤里头有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子、
然后有的人呢喜欢在里头再加个薏仁，而其中的山药就是很降血糖的，所以前面我也讲过山药粥，对不对？好，四神汤能够帮助降血糖，豆芽菜能够帮助降血糖，并且呢也可以帮助把脂肪排除。好，再来萝卜啊，萝卜的热量不高，它整肠利大小便，还能够治咳嗽化痰。我还记得以前读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啊，吃萝卜喝热茶，气得医生满地爬。有这么一句话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吃萝卜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身体变得强健了，医生就不用做了，所以气得医生满地爬啊。那吃萝卜它可以治化痰了等等这些丰富的消化酵素，也可以强健这个胃啊，也有帮助血糖维持平衡以及防癌的作用。那白萝卜，我讲的萝卜就是讲白萝卜，不是红萝卜啊。白萝卜所含的这个物质啊，可以参与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，能够稳定胰岛的结构以及功能，因此呢，能够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，并且呢，它还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，能够帮助延缓餐后血糖上升。然后这个萝卜它里头含有丰富的钙，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。还经常食用白萝卜的话呢，还可以辅助治疗糖尿病、肾脏病、心脏病、血压病等等，尤其是成年老萝卜干更好。高血糖食疗还可以吃南瓜。南瓜呢，它防治糖尿病的效果啊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南瓜那一集啊。南瓜它果肉里头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，可促进胰岛素分泌，降低血糖，对防治糖尿病有特效。南瓜里头还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像是钴，钴就是胰岛细胞合成胰岛素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。适量的吃一点南瓜呢，可以帮助胰岛素分泌正常，降低血糖。另外，南瓜还富含果胶，能和人身体多余的胆固醇结合，对防止胆固醇失调引起的动脉硬化也有帮助。所以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把南瓜丢下去一起煮也可以哦。今天的内容说到这个地方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希望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